我与龙族太子成婚千年，终于诞下世上唯一一只玄凤。可在他睁眼之时，我亲手折断了他的双翅，剔除他的仙骨。你疯了吗？她可是你的女儿，万年难得一见的玄凤。靠着这只玄凤，凤凰一族可以凌驾妖族之上。可前世我损耗大半修为生下她，又提了一根仙骨帮她涅槃。她飞升之际，却一剑刺穿了我的心口，折断我的双翅，将我丢去万妖窟，被万妖撕咬。神魂俱灭之时，我听到我夫君龙族太子满是鄙夷的嘲讽。待在你身边的每分每秒都让我厌恶，若不是为了复活无期婉婉，我早就杀了你。我看见凤帝凤后簇拥着那只玄凤，说那才是他们的宝贝女儿。那一刻，我恨意滔天。再睁眼，又回到了我快要生下玄凤的时候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以凤旨上神的资质，这一胎肯定不俗，看她的肚子金光护体，有人说可能是玄凤。那可是上古凤凰血脉，若真是觉醒的话，咱们凤凰一族岂不是要飞升了？我听着底下人议论纷纷，睁开眼的时候，身上被万妖撕咬的疼痛还在，我浑身止不住的战栗。从来没有想过，千年的孕育，满心欢喜，付出多少心血与修为，最后生下来的却是刺向自己的刀。夫君龙族太子急匆匆地赶来，他看到我快要生产的时候，眼神之中满是期待。他以龙血为祭，开启封印，替我护法。前世我被他感动得不行，龙太子抓着我的手哄着我，侄儿别害怕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护着你。那一刻，生产的疼痛，修为的散尽全都消失，我以为他满心满眼都是我，原来不过是在期待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啊！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那只玄凤从我的体内出来，在他睁眼的一瞬，我猛地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在龙太子的面前折断他的双翅，亲手杀了他。他一掌打在我的身上，却已经来不及，那只玄凤魂飞魄散，仙骨俱灭。凤旨，你在做什么？她可是你的女儿，这是万年难得一遇的玄凤，是凤凰族最后的希望。我咯咯咯地笑了，顾不上满身是血，站了起来。周围的戾气越聚越多，我双目猩红，看向面前这个我爱了千年的夫君，龙族太子敖玉。千年前，我贪恋凡尘，游玩的时候不慎被道士所伤，被困在锁妖塔内，是敖玉费了半条命把我救出去。他以身替我挡下锁妖塔内的万雷劫，他被打得全身窟窿，没了龙族太子的傲气。他说，侄儿，只要你无碍，就算我魂飞魄散又如何？那一瞬，我被敖玉的真情感动，我对他一见钟情，推掉了与狐族大祭司的婚约，我誓死也要跟敖玉在一块。为了能在三生石上刻下我们的名字，敖玉背我走过刀山火海，他许我生生世世不负我，却不曾想这一切都是谎言。我跌跌撞撞地捡起一旁的是神剑，神色疯魔地看向他。你疯了吗？如此残忍，毫无人性。奉旨，我今日便要替天行道。敖玉看向那只死鸟的神色满是悲痛，我知他心底所想，便也毫不犹疑地戳穿。天下苍生，好虚伪的借口，现在轮到你了，敖玉。在敖玉靠近我的时候，我手里捏诀，将他全身锁住。我年少时跟大祭司学过缚龙咒，那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，若是敖玉欺负我，便用这咒骂将其定身，届时他会动弹不得。我那时还天真地与他说，敖玉才不会欺负我。大祭司说我傻，但他只是笑笑，说希望不要有用上的时候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快放开我！奉旨。敖玉骂骂咧咧的，我却已经靠近他，用是神剑挑开他的龙筋。我抽出他身上的龙筋，笑得格外放肆。他满身是血，痛苦地倒在一旁，满眼惊恐地看向我。敖玉问我为什么这么丧心病狂，没有人性。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止不住的颤抖，内心深处没有预料之中的爽意。我木然地看着满地的血。门外，我名义上的爹娘凤帝凤后急匆匆地跑进来，看着满地狼狈，他们都傻眼了。凤帝怒吼一声，凤旨，你这个孽障，你都做了什么？侄儿不是生下玄凤了吗？怎么会死？凤后跑了过来，她自小宠爱我，骄纵我，
把我宠成凤族最任性的小公主。我要什么他们都会给我，哪怕是天上的星辰。只要我想要的，任何东西都会给我。在我年幼的时候，受过一次很重的伤，是我的娘亲用她一魄替我补上灵魂的缺损。在世人眼底，他们爱我如斯。若没有前世种种，我也以为自己是凤族无忧无虑的小公主。可惜我不过只是一个工具，一个被他们用来复活真公主的躯壳罢了。是我亲手杀的，怎么了？你们很意外吗？你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凤族的荣耀都被你毁了，你还是人吗？凤帝怒斥，他说不要再跟我废话，他今日便要亲手除掉这个孽障。到了今时今日，他们因为那只玄凤的死万分悲痛，可面上却不敢透露出半分。侄儿，娘从来没有想过把你骄纵成这样，娘也不想你成为留在世上的祸患，不要恨我们。凤后痛苦地闭上双眼，此刻只剩下虚伪。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，接下来该迎接的是什么。山谷外，凤凰族人已经围过来了，都想看看我肚子里生出来的是不是玄凤。这可是亲历荣耀的时候。可在他们闯入的一瞬，我捏诀，趁着凤帝凤后分神之际，我将他们都杀了。那是傅灵咒，他怎么会这个？他居然杀了自己的亲生爹娘，如此丧心病狂，没有人性。咱们族中怎么出了这样一个白眼狼？凤旨，你如此罔顾人伦，嗜杀神魔，就不怕天罚降临吗？我的嘴角扯出一丝冷笑，看着那群虚伪的族人。前世他们也不无辜，所有人都知道我生出那只玄凤，却帮着隐瞒，看我被污蔑，被刺。百般折磨之下，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，让那只玄凤替代我的位子，无一人念及我的好。他们与外人说起，凤凰一族的小公主本就是那只玄凤婉婉。我想笑，想到曾经我拼死护住族人，在魔界入侵的时候，我甚至祭出内丹替他们铸造结界，保全他们的性命。凤族的荣光都被你亲手毁了，凤旨，你这个千古罪人。那后面的龙是龙太子敖玉吗？你杀了他，你连龙族也敢得罪，是想害死我们吗？长老，这样的人留在凤凰一族，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的。他们说话间就要将我驱逐出凤凰一族。我早就不想待了，这个肮脏虚伪的地方，但复仇的火焰还没有彻底燃烧。快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说话间，天地都变了颜色，滚滚惊雷在天上作响。我以手捏诀，在外面筑出一道结界。我将那只死掉的凤凰婉婉，半死不活被抽了龙筋的龙太子，以及我那块没有气息的父母都吊了起来。我要他们亲眼看看什么才叫报应。天地降临，要惩罚我所做的事情，他看着满地的鲜血，无不震撼。凤旨，你身为龙太子的妻子，凤帝凤后最宠爱的女儿，为什么做出这样灭绝人性的事情？我的神色很平静，我笑着看向天地。恰好这时候龙王也来了，他从天上降临，一道神力朝我打过来。凤旨，你岂敢抽我儿龙筋，害他半死不活，本王要你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急什么呢？我将那只死掉的玄凤婉婉捏在掌心，他最后一缕残魂还在，内丹就在我的手里。这是我耗损毕生修为，付出千年代价孕育的那只玄凤，这本该是我的女儿，可是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。内丹在我的手里慢慢飞起，但龙王不想给我机会解释。他怒吼，你如此不把龙族放在眼底，还想要什么机会解释？本王现在就把你打得魂飞魄散。龙王要替敖玉报仇，不想给我时间。天帝却想问个清楚明白，可他也不想得罪龙族。就在我躲闪龙王攻势的一瞬，狐族大祭司，我的师兄白燕从天而降，他一掌迎上龙王，怒吼道：事已至此，给侄儿一个解释的机会又如何？他是灭绝人性的变态，不立刻绞杀已经是我的仁慈。怎么，狐族也要淌这趟浑水？我不想将师兄牵扯进来，这是我一人的复仇之战。上天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那就是要我将内心仇恨发泄出来。至于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根本不重要。白燕将我护在身后，阴沉着一张脸。我倒是想知道，这几人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让侄儿这般动怒。我笑着看向龙王，揭穿他虚伪的面纱。我为何发疯？
龙王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才是，不是吗？龙王的脸色瞬间就变了，难看极了，他黑着脸。你少血口喷人，本王怎么会知道你这种人的想法？快说吧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仇怨，值得你做出这般？天帝催促道，在天罚降临之前，他还是中立的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女儿，附着在我女儿身上的魂魄是凤婉婉的。我转而看向族内众人，他们根本不陌生这个名字。在我出生之前，凤族曾经有个小公主，是凤帝凤后的掌上明珠，但她生了一场怪病，长眠不醒。凤族试过所有的办法，都没有成功。直到后来，凤帝在一本邪术书上看到了一种秘术，培养一个器皿，用转生的方式复活凤婉婉，而我便是被选中的那个孩子。只因为我体内流着上古凤凰的血脉，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他们带回来了。我原本属于偏远的凤凰旁支，却因为独特的血脉，给族人带来了灭顶之灾。那一夜，凤帝凤后以一己之力，把原本安宁的小山谷血洗了。那1地凤凰，我的亲生爹娘也死在他们的手里。他们在我还未开智的时候，将我抱回凤凰一族，给我喂了很多的药，以咒术控制我。更恐怖的是，在我长大之后走的每一步，都是他们精心安排，包括敖玉。敖玉跟凤婉婉自小青梅竹马，他们有婚约。凤婉婉身体虚弱，自小养在山谷之中，很少有外人见过，但这只龙却一直伴在他的身侧。他们之间的感情特别深厚，敖玉愿意为了他付出生命的代价，而他对我只不过是蓄意接近，利用罢了。可惜我傻傻的被骗了1000年，我为敖玉动心，为他掏心掏肺，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。我捏住掌心里的内丹，看向旁边所有的人。如此虚伪的凤帝凤后，手上沾染了无数凤凰族人的鲜血，还有敖玉的所作所为。住口！这就是你残害他们的缘由吗？龙王咒骂我，他说凤芷，你低贱出身，却享受了凤凰公主所有的待遇。龙王说，你该感恩才是，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你真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这样好的福气。杀我亲生父母，灭我全族，最后利用我复活他们女儿的仇人，却要我感恩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这样的福气给你，你要吗？我盯着龙王，知晓他的立场不会偏向我，我也认了所有我做的一切。天帝的神色为难，尽管你事出有因，但是神的罪名总归在。凤芷，若你能承受这天罚还能活下来，这笔账一笔勾销。勾销？错了，还不到时候呢。我的师兄狐族大祭司白燕急了，芷儿是在替族人报仇，替父母报仇，凤帝凤后所为种种，怎么能请动天罚？白燕心疼地看向我，她问我为什么不告诉她真相，为什么要自己扛？我的内心疼痛万分，我哭着摇头，我不想如此肮脏的我，弄脏了我的师兄。龙王在一旁抱着手，他子嗣颇多，死了一个敖玉，还有无数的继承人。本王倒是要看看，这万道雷刑落下，你还能嘴硬不？我放肆的笑，飞升上去迎接天罚。在天雷落下的时候，我在众人注视之下，捏碎了手里那颗凤婉婉的内丹。不，还残存着一丝气息的敖玉痛苦的惨叫，婉婉。我看到凤帝凤后脸上的泪水，也看到敖玉痛苦的神色，我内心爽的不行。不要，芷儿！白燕飞过来想要护住我，可是天罚已经降临，我一下打在他的身上，用最后的法术划开了我们之间的结界。我摇摇头，师兄，别那么傻，这是我的事情。白燕说她答应过师傅的，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受罚。我悬在半空之中，感受到了这世间的气息在变动。就在万道雷刑齐齐朝我而来的时候，突然一道金光闪过，那属于玄凤的神力在那一刻觉醒了。我体内的血液在沸腾，上古凤凰一族的血脉也在觉醒，金色的光辉在这一刻洒向大地。那是什么？是玄凤吗？不是吧，凤芷居然也是玄凤？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事情会走到这一步，原来我不只是一个好的器皿，我自己便是那只万年难得一见的玄凤。我的翅膀在一瞬间打开，雷刑不止没要了我的命，反而助我觉醒了血脉。龙王的脸色都变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他
天帝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，这与本帝何干？自己儿子管教不好，做出这样丢人的事情，还有脸说？天帝并不想掺和这些族内的纷争，他只需要按部就班。凤旨如今已经接受了天罚，这件事情不会再追究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我揭开了凤族的丑闻，连带着龙族的也不会放过。我俯身往下，看向龙王，你也知道你儿子的计划吧？却还说得那么冠冕堂皇。凤旨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吗？我冷声道，从此刻开始，诅咒降临，你龙族300年间必定覆灭，而你会被封印在黑潭之下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乃玄凤，拥有这世上最厉害的诅咒与祝福的能力。我说完之后，赋予其至高的神力。那一刻，龙族的荣光彻底暗淡，他们也要开始走下坡路。老龙王，是想打一架吗？白燕说他不介意给老东西松松骨头。龙王捡起地上敖玉的龙筋，将他受了重伤，几乎要死的儿子带走。敖玉已经没用了，除非重塑真身，可惜这世上没有人会无条件为了他付出一根仙骨为代价，除了我这样的傻子。众族人见状，纷纷给我跪下，他们都特别开心。毕竟凤族有玄凤作证，这地位会瞬间往上升，再不是那个鲤鱼一族都能欺负上3分的地位。抱歉，今日起，我与你们族脱离一切关系，休想借用我的神光。奉旨殿下。长老还想来说什么好话，却见我剥离了与他们的关系。我可不想跟这样一群人继续待在一起。我消失在天际，师兄白燕紧随其后，他看我的眼神依旧有几分哀怨。信不过我，才不与我说吗？白燕的声音之中透着一股并不怎么好的意味，像是在跟我较劲，就跟小媳妇在吃醋一样。我愣了一下，且不说重生之后情况很危险，我根本没有办法通知他，就算有时间部署，这样的糟心事，我也不想把白燕拉下水。这事情太脏了，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。白燕慌了，大概是怕话说得太重，我会不高兴，又找不着解释了好几句。回到住处，我曾经的家园，虽然我一出生就被人抱走，对这里的印象并没有，可我还是想要回到故里。师兄，我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向白燕。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你曾经说得很对，敖玉不是良人，是我昏头了，对不起，师兄。我知道，只需要我服软，师兄便不会执着那些事情。他从来都很好，待我很好。白燕叹了口气，他只是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恶心。我只是怕他们伤害你，侄儿，万一他们成功了，你想过后果吗？我将永远看不到你，白燕竟然说着说着有了哭腔，她说自己是自私的，并不能保证在我死后会做出什么。可惜重生太快，我没有看到前世种种。我的心口很疼，我都看到了，他们成功之后我那惨烈的下场。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我陪你重塑家园吧。白燕上前来，她说当初凤帝凤后造孽，这儿是可以恢复的，但需要找到一个人。我欣喜地看向白燕，我还从未见过我爹娘的模样，也从未见过我的族人。我去求求他，这段时间你去青丘住着吧。白燕说她放心不下我，怕在这里我被人伤害。我笑了一下，如今我恶名远扬，再加上我觉醒了玄凤之力，世上没有多少人是我的对手，龙王肯定不会为了敖玉来对付我。他最自私了，诸多子嗣之中再挑选一个就行。白燕蹙着眉头，最后给了我一样东西，套在我的手腕上。若出什么事情，把你的血滴在镯子上，我便可以立马出现在你的面前。师兄，我的心脏并不怎么舒服，我们自小一起，也有过婚约，按理说我负了他，他不该对我那么好。可是白燕做的种种，却让我更加愧疚。师兄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，不许哭，你都亲手替自己报仇了，我们侄儿长大了，不做哭鼻子的小哭包哦。我没有哭，谢谢你，师兄。乖乖等我回来。好。从师兄离开那一晚，我便开始重塑这里，想着等族人们活过来，也有落脚的地方。但我发现了一件事情，我捏爆凤婉婉内丹的时候，凤帝凤后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们献祭了自己的一切，给凤婉婉争取了一个轮回的机会。
本该魂飞魄散、消失不见的凤婉婉，如今重生了。她还真是命好呢。不过我不会要她好过的，前世的恨意融入我的骨血之中，我不会放过他们任何人。不管天涯海角，我都会报复回来，不死不休。人世间的冬日，雪下得特别大。我站在桥头，看那小姑娘跑得很快，她长得很美，像极了那位凤后。婉婉，往我这边跑，快下雨了。我听到那熟悉的声音，是我那该死的夫君敖玉，他居然也在这里，陪着凤婉婉在人世间轮回。我看到凤婉婉脸色幸福的笑，那一刻，我发誓不会让他们好过的。玉哥哥，下雨有你在啊。凤婉婉俏皮地吐吐舌头，你说过要保护婉婉一辈子的。敖玉是龙族，掌控雨水，那雨落不到他们的身上。就算此刻狂风大作，暴雨连连，但他们依旧在桥上抱在一块。我随手一道法力打了过去，瞬间结界全破，雨将他们淋湿。敖玉如今法力低下，根本不可能察觉到我的存在，在快死的边缘，还有空来人间风花雪月呢。既然那么爱是吗？那咱们来做个游戏好了。一夜之间，本来是宠妃之女的凤婉婉失去所有的仰仗，她的母亲连同族人造反，失势之后，凤婉婉被打入冷宫。她扑进敖玉的怀里，哭着求他带我走吧，玉哥哥，不管去哪里，只要能跟你在一块，怎么都好。敖玉没有能力带走她，只能编织一个又一个美梦。我遥遥地看着敖玉为难的神色，他说一定会帮他的。你是神仙，要带我走不过一瞬，为什么还要犹豫？玉哥哥，连你也不要婉婉了吗？敖玉说他一定会想办法的，让凤婉婉不要着急，可自小被骄纵惯了的女人，只会冲着他发火。他骂敖玉无能，说他只会动动嘴巴，不如皇兄对他好。从那天之后，凤婉婉开始疏离敖玉，他讨好皇兄，才得来一些安宁。直到某一日，敖玉来看凤婉婉，却被宫内的禁术所困。敖玉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凤婉婉，你说他是龙？皇兄看着凤婉婉，一脸不可置信，那怎么才能变出真身？婉婉，你……敖玉这下明白了，为了讨好他的皇兄，凤婉婉做了一个局，将他骗到宫内。传说龙全身都是宝啊，快变啊！那皇子话音落下，一道符文打了过去。敖玉本就没什么修为，再加上为了凤婉婉，他从不设防，喝下的那碗符水也开始作怪。顷刻间，龙身显现，凤婉婉却一副没有做错的模样。你该庆幸，你还有点用，敖玉，都怪你之前骗我。婉婉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跟他废什么话，扒了他的龙鳞，抽了龙筋看看。一群人闹哄哄的，凤婉婉亲手拔下了敖玉的2只脚，鲜血在他的手心上变得特别粘稠，刺目一片。我看着敖玉被他们折磨得不成人样，内心深处无比痛快。我不会救他，他上赶着过来扮演深情的戏码，就算死在这里，也是他敖玉罪有应得啊。我看着敖玉全身血肉模糊，鳞片被他们拔光，倒在血泊之中。他身上本就没什么神力，疼得向凤婉婉求情，可惜女人压根不理会他。他冷漠的模样让敖玉很想死。他被人类关在笼子里，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出现在敖玉的面前。他很意外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，这就是感天动地的爱情啊！敖玉也不过如此。婉婉记不起来以前的记忆，才会这么对我。敖玉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他说这是轮回之中的凤婉婉，代表不了什么。我笑了，你不必落井下石，我们所拥有的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会有。凤芷，你别妄想得到我的爱，你以为我稀罕吗？我想笑，到了现在，他还觉得自己散发无限魅力，我只是没有想到自己1000年的爱意错付。敖玉的身子止不住的抖，我告诉给他一个好消息，明日他最爱的凤婉婉就会来亲自送他最后一程。那柄刀被我换成了弑神匕首，被心爱之人杀死，一定很爽吧？你这个疯子，凤芷，你这个疯子！敖玉刚才还嘴硬，跟我叫板，现在就开始哭了。他如今在龙宫之中的日子难熬，过得惨烈得很，他早就没了早日的荣光。之前被他欺负的那些人，全都踩在他的头上，因为他不再是龙太子，连带着他母亲的族人也跟着受牵连。
求求你，饶了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敖玉的骨气也不过如此，他给我跪下，连连磕头。他说奉旨，我知道错了，收了你的神通吧，不必这样。你以为是我做的？我从来没有诱使凤婉婉出手对付他，不过那女子也是骨子里自私自利罢了，与我何干呢？敖玉说他愿意付出所有一切，陪在我的身边，只要我放过他。做梦！我怒斥道，敖玉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令我恶心，如今的下场是你的报应。我身上的上古血脉，不管因为什么让我得以重生，那都是我的机缘，那是上天给我的机会。如果这一世我还稀里糊涂，妄图感化这些恶魔一般的人，那我才是真的到头了。第二天，凤婉婉比想象之中来得更早，她一刀刺入敖玉的心口。别怪我，只有杀了你，皇兄他们才会对我好。婉婉，敖玉哭了，悲痛地看向他，他问婉婉他们是不是朋友？是，我们是朋友，但你是神仙啊，刺你一刀，没事的。凤婉婉讨好地看向敖玉，你也希望我过得好，对吗？你也不希望我继续被人欺负，只要你吃一点痛，受一点点委屈，没事的。凤婉婉说，敖玉不会死的。男人此刻内心拔凉拔凉，若我会死呢？怎么会呢？你是神通广大的神仙啊。凤婉婉说，别逗他了，不必妄图让他愧疚。说完之后，凤婉婉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无比的解气，这都是他们罪有应得，凤婉婉这一世也不可能过得好。回到山谷的时候，师兄白燕回来了，他带回来很多像是萤火虫一般的小火苗，那都是曾经我们族人的魂魄，他说用了很长时间才将魂魄聚集，需要再养一段时间，这是聚魂灯，侄儿，你拿着吧。白燕将东西递给我的时候，说这是我的血脉，需要以我的血滋养。我接过来的时候，感受到了他手上法力的消散，我吓了一跳，急忙拽住白燕的手腕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突！一直在忍着重伤的白燕，这一下彻底控制不住了，她受了很重的伤。我急忙掀开她的袖子，看到上面伤痕累累，我吓坏了。你去哪里求来的？地府12路替你寻来的。突然，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，是地府的阴司殿下。男人一袭白衣，坐在不远处。白燕冷冷地瞪了他一眼。胡说什么？不会说话就闭嘴。替小姑娘做那么多，又不告诉她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痴情了？师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想知道，我不想让师兄为我牺牲。阴司走到我的跟前，他去忘川之下，忍受百鬼吞噬，替你找回这么多的族人，又闯了我阴司殿，得到这盏聚魂灯。阴司说，师兄的修为耗损大半，却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这样的男人真是傻子啊！那一刻，我的心脏骤然间缩了一下，我看向师兄，对不起，师兄，是我连累你了。侄儿，别傻。师兄说，该是我对不起你才是，如果早点知道这些事情，也不至于走到这般。他说我背负太多，他看了心疼，想替我做点什么。我忍不住哭了，我从身上抽出一根仙骨，师兄要阻止，却来不及了。玄凤的仙骨疗伤最好了。阴司出声，拿着吧，有这根东西，你的伤很快就好了。侄儿，疼不疼？我摇头，再疼我也经历过，我只是没有想到，上一世我不知蠢的可以，还眼瞎。一直对我那样好的师兄，我居然辜负了他，为了敖玉那样的人渣，结了与师兄的婚约。我配不上师兄，我的内心很不舒服。阴司说，我们算死了。他拍了拍师兄的肩膀，木头吗？自己什么心意不知道说，幸好我路过。阴司说他还有事情，就不打扰我们了。我看向师兄，再一次感谢他帮我，若不是他的付出，哪里有我如今的这般。师兄看着我，侄儿，你要知道的，我只想要你好，往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切记。我的泪水早已经汹涌，师兄说让我试着信任他，以后再有什么事情，试着与他说。我真的是怕连累了师兄，我配不上这样好的师兄。那日之后，我开始用我的心头血滋养聚魂灯，我想要复活我的族人，我想见见我的爹娘。是我带给他们这样的灭顶之灾，我一直很自责，我想好好的救赎自己。春去秋来，
也过去许多年，我心口的伤疤一直在结痂，又被我割开。师兄经常替我采来上等的草药，灵丹妙药送来不少，就是为了让我好好的调养身体。龙族内部出现动乱，敖玉的父亲老龙王被镇压，我的诅咒开始降临。龙族日渐衰老，曾经连天庭都要忌惮的存在，如今逐渐凋零。老龙王被封印在暗无天日的黑潭字之中，度过他往后余生。我又听到了关于凤婉婉的传闻，不知道是谁在背后使了黑手，他往后十世的轮回都格外凄惨，入了10世畜生道。我怀疑过师兄替我出那口恶气，但我没有证据，找过地府那边了解，可轮回之路根本插不了手。凤婉婉再没有任何护着她的人，所有的爱与恨在那一刻已经释怀，或许早就释怀了。又过了100年，那些被我滋养的灵魂全都复活了，在师兄的帮助之下，我们举行了祭祀。我看到我的爹娘从祭坛之中走出来，那一刻我激动万分，这一趟重生之旅总算可以画上句号了。我扑入他们的怀抱，爹爹娘亲，吾儿，我的吾儿。我才知我爹娘给我取的名字不是凤芷，是凤梧，小字梧，凤妻梧桐。我娘亲将我抱在怀里，她说她的吾儿天生就是公主，她亲了亲我的脸颊。对不起，是女儿的错，如果不是我的话。我娘摇摇头，她说这一场劫难在那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。我算到了这一劫，吾儿。我娘亦是上古血脉，所以我一身传承是来自于她。他们已经很低调了，在偏僻的山谷之中找了一处藏身的地方，世代都活在这里，像是世外桃源一样。可不想就这样还被盯上。凤帝凤后来的时候，他们以为是远亲，好生招待，却不想他们下毒。我娘知晓我所做的一切，她红了眼圈，说对不起，吾儿。爹跟娘没有办法帮你，连带着族人也没有办法。我哭着摇头，没事，娘亲，爹爹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所幸我们一家人还能在一起。我娘与我说起过往，在她算到我命里有此劫难的时候，她祭出自己的血脉与修为，替我换来了一次重生的机会。那一刻，一切都明了了，上一世经历种种，皆是我娘护着我，不是恩赐，是我娘的爱。我娘问我，前世到底怎么样了，到了哪一步？我摇头，吾儿一定受了很多苦吧。我娘说往后一家人就可以好好的在一起。如今我是玄凤血脉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在我之上，只要我愿意，这天下百鸟都该对我俯首称臣。午后，师兄又来了，他从人间带了许多糕点回来，我馋得很。师兄拿出一枚戒指递给我，他说如今人世间最实用的对戒。我扬了扬之前他送给我的那个镯子，不如这个。师兄的脸颊都红了，他说，吾儿，不管未来如何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。我也是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